奥美加现在单集播放量远远没有追番人数多，所以你可能并不知道，奥美加奥特曼最近几集风评还可以，全剧总评分总算停止下跌，还上涨了0.2分。每集开头弹幕都会有神人刷本集神回，所以你会回来看吗？孩子们喜欢我重播旧画面注水的总集篇吗？上周忙别的视频没有更新奥美加奥特曼吐槽，这周一开播赶紧去看，结果又是总集篇。奥美加奥特曼为了配合中国、韩国等地区的文化审查制度，故意提前开拍，以实现先审后播也能中日韩同步播出。实际上现在早就拍完了，结果还拿总集篇出来灌水。以前这种剪辑之前画面的剧集是每周边拍边播时用来应对偶然制作赶不上播出的情况的，你都拍完了还拿这破玩意儿出来干嘛？这一集开头一对情侣偶遇怪兽出水，接片头曲。这一集是怪兽特别对策队正式成立的第一集，怪特队总部属于日本国土防灾省，奥美加也算从流浪汉混成公务员了。怪特队的职责是调查和研究怪兽，和前面发射导弹的国防军不是一个组织。套用以前昭和奥特曼的套路，怪特队就是前半集接警调查怪事件的科特队，国防军就是后半集开飞机打怪兽的科特队。光称打工的仓库直接变成怪特队据点了，也就是懒得搭建一个新的怪特队总部场景了，省钱这一块。主角团属于怪特队的特务班，是无视分区的独立班。结果老信姐说明天要骤人的居住证和简历，宇宙流浪汉没有日本户口，当不成公务员了。不过老信姐应该是猜出骤人是奥美加了，直接特批了。新闻上也播出了，神秘巨人正式定名为奥美加奥特曼，也就是老信姐起的名字。队员发了蓝牙耳机、怪兽探测手机壳，还有电击枪，也不用借仓库老板的面包车了，可以开这个特效飞机。好像没有像以前的奥特曼一样搭建驾驶舱场景，又省钱了。这次进入怪兽出没地点，终于不用偷偷摸摸躲避警察了，直接亮正。这一集是很多奥特曼都有的整活搞笑回，这次的怪兽又是改装皮套，长得挺滑稽的。骤人现在剧情里想起了一部分记忆，不智障了以后帅多了，本人还能拍一些打戏。这次好像是第一次光明正大站在一起变身，可惜还没帅1分钟就开始搞笑了。上吧，白虎！这次巨大战终于看到奥特曼系列久违的小飞机了，可惜不是空战。白虎不会游泳，对着水边发出了猫叫声。小不解发现怪兽通过调节体温变化身体大小，于是光成换上了朱雀，又展示了一次连续召唤多个怪兽会体力透支的设定。不过并不会怎么影响剧情，召唤完朱雀马上合体让奥美加接管了。朱雀装甲和奥美加本体还是挺搭配的。朱雀装甲一个冰冻缩小了怪兽，总部把怪兽抓走研究了，怪特队首次任务圆满结束。至于总部会不会经典的研究怪兽遗体的力量造出来一个控制不了的大怪兽，那我就不知道了，暂时没有往这方面描写的迹象。第18集又是总集篇，我也是看一些人的评论和特摄杂谈视频才知道假面骑士也有总集篇的，可能假面骑士那边总集篇整的活比较好，拍摄的新镜头比较多，我都没感觉到他水了一集总集篇。而奥特曼这边总集篇就是猛猛重播旧镜头，可以直接跳过不看，没什么新内容。但是奥美加本身热度就很凉了，再跳过总集篇不看，有些观众可能会就此忘了奥美加奥特曼，再也不看了。真的希望以后奥特曼别播这种注水集数了，明明现在为了先审后播已经拍完了，还舍不得播出。